Hello，欢迎回到珊珊会客室。俗话说，没过完15，这个年都不算过完，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就看到，虽然是已经开工了哈，去上班了，但是很多人还沉浸在这个过年的这个欢乐之中。上班的这几天可能都在忙着去收红包啊，然后忙着去拜年呐，还有大家一起聚去吃个饭呐。我看到台湾这边也是有这个吃春酒是吧？春酒的习惯那我因为有去做那个志工哈，我看到我们志工团队那个也是有一些春酒的活动，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哈，我刚刚去做志工没多久，所以呢我还没有资格去吃这个春酒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有资格哈，可以去吃这个春酒体会一下台湾的春酒是怎么样的。前几天不是2月14嘛哈，大家都知道2月14是什么节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对吧？那天我正好跟 Mr. F 去超市，然后我都不停的在那里暗示他，我说这个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这里有好多卖什么巧克力呀可是 Mr. F 无动于衷因为后来他跟我说，咱们是中国人，我们要过中国的节日这个西方的节日咱们就不要去考虑它，好吧？那我也勉强接受他这个说法不过那天我觉得他还是表现非常出色，因为他把所有的家务都承包了我那天就什么都不干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礼物那接下来马上元宵了是吧？元宵我那天还跟他在讨论，我说那中国的情人节应该是在元宵是吧？可是他又跟我说，他说中国的情人节应该是在七夕其实元宵和七夕这两个我觉得应该都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情人节。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古代的女子是3步不出闺门是吧？就是都锁在深闺里那种，平常不轻易见人。那只有在这个元宵节其实元宵节也叫上元节，那晚上的话外面就很热闹会有赏灯这种灯会这种那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女子在这个时候她才能够出门，然后去赏灯，借着赏灯的这个机会，有可能就邂逅了他的那个家人，就遇上了才子是吧？然后成就了一段非常美满的姻缘。所以为什么说这一天就变成一个中国的情人节那我希望在这个屏幕前的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元宵的这一天然后遇到你的那个Mr. Right 或者是你的 Miss Right， 然后成就一段美满的姻缘元宵节的由来你们知道吗？那传说呢是在汉明帝的时期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崇尚这个佛教吧，所以其实这个节日可能跟佛教有一些关系那个时候因为崇尚佛教，所以呢这个皇帝就在在正月15的这一天，都是要在宫里在寺庙里去点灯来表佛，就是表示对佛的一种尊敬吧。那所以这个习俗呢慢慢沿袭了几千年下来，就变成一个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这一天呢就是要点灯是吧？然后闹元宵嘛，主打就是一个闹字，所以呢在元宵节有很多习俗。那首先就是会看花灯对吧？然后猜灯谜，然后呢会吃这个汤圆。那其实汤圆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做元宵，那代表什么呢？汤圆是圆形的对吧？所以就是要吃汤圆，代表呢这一年会团团圆圆，阖家都幸福那所以珊珊在这里也先预祝大家呢
元宵节呢都能团圆然后阖家会幸福快乐。这2天也是有看到有台中这边的在东市这个客家小镇也是有很多这个元宵节的一些庆典活动他们叫做新丁板节那东市的客家人我之前在影片里也有介绍过，大概他们的祖先就是从中国的广东大埔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们的一些习俗也会保持就是大埔的那个风俗正好就是我的一个亲戚我的表嫂也是大埔人，所以我昨天也问他，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东市有这个新丁板节这个庆祝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在大埔的话是不是也是有这个庆典活动也是叫新丁板节嘛？所以我表嫂告诉我真的他们也是在元宵这一天也是有新丁板节这个传统的这个节目。然后我看到就是东市这边的他们会做一些叫做安菇粿是吧？台语是叫安菇粿，就是红色的这个皮，然后里面会包一些豆子之类做的馅，然后也是一个意义就是红色嘛，然后吉庆的意思。还有做成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据说是过100斤的这一个的这个安菇粿，然后来庆祝这个活动。那我这个也希望是在元宵这一天我去东市也体会一下这个客家的这个传统文化。那因为我们老家的客家那边是没有这个叫新丁板节的，但是我们是有另外的一个传统的节目，就是叫烧火龙。那我看到台湾这边呢为元宵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灯会是吧？其实各个地方包括台北台中这边台南都有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个灯会我也有去看到这个台中在中央公园的这个灯会，我也有去看那稍后的影片里会给大家再来介绍这个灯会的情况今天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关于元宵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好玩的特别的一些东西那说起元宵，我就印象中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们那边的老家的一个元宵节，那有一个地方它是有那种叫做烧火龙的一个庆祝。那这个烧火龙呢，真的是1年只会举办那么1次，而且是非常非常盛大，非常非常的隆重。那现在这个节目呢，已经是成功的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到这个元宵节的时候据说是有超过10几万人会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观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会在网上呢就截取了一小段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烧火龙是怎么样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影片里这个火龙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哈？就是这个龙的身上所有都扎满了这个烟花，然后就是扛着这个龙的这些壮士们，我真的可以说他们是壮士哈。因为扛这个龙的人他必须身体非常好，对吧？因为那个也是很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看到他们全部都没有穿衣服？为什么不穿衣服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那珊珊来揭开这个谜底啊。为什么不能穿衣服呢？因为第一个就是首先他们身上要涂一层油，那尽量不要让那个烟花，因为烟花很烫啊，温度很高哈，会溅到身上的话，那会把皮肤烫伤。那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在当地的话，这个烫伤了会起一个泡，对不对？起一个泡，那个泡在我们当地的发音里面就跟票，这个钞票的票是同音的所以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地的人其实为了要去扛这个龙呢，也是有竞争的哦，因为谁的身上到时候被烫起的这个泡最多，说明他今年呢就会大发因为泡嘛就是票最多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壮士们就真的是非常的英勇然后都是光着上身，然后就在身上涂一些油来防止它就是不要说烫得太厉害了。然后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真的是场面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雄壮每年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去看我在小时候，我其实现在也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看过，真非常想有机会再去看一看哈。在小时候的话，我印象中就是我是骑在我爸爸的这个肩膀上，因为不够高嘛哈，人也很多，你就如果没有在那么高的位置，你是看不到，所以我是骑在我爸爸的那个肩膀上去看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太懂这个什么非遗的这种事情哈，但是只是觉得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个焰火就是一个非常能吸引人的地方哈。我们总是说闹元宵哈，把这个闹字放在前面。那为什么是要闹元宵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闹字是用的很有意思哈。闹是代表很热闹、很热烈，对吧？那元呢是新年的第一个月正月叫元，也叫元夜。然后呢，宵呢是晚上的意思，那就是说在这一天的晚上要很热闹，是吧？来庆祝，我觉得也是对新年的一种祈福吧，就是希望说在新的一年呢都很红红火火很顺利所以你看，在元宵的这一天，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会有舞龙舞狮这种活动哈。那今年又正好是龙年哈，那我觉得这个龙也是真的非常吉祥的一个动物，所以各个地方都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关于龙的一些东西。前两天我哥哥在新加坡也给我发了一些这个视频照片新加坡的包括很多商场里面都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龙的造型做得很精美非常的有这个气势。我觉得现在这个春节也好，元宵也好，好像都变成一个全世界都会去欢庆的一个节日。那这个传统习俗的这个保留，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本身中国就是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节日，它有很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那其实我看到一些说法，就是元宵这个宵字其实还包括有一些易经的卦象在里面。那具体这个卦象是怎样因为我没有学过易经我讲不明白但是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其实它是有这个卦象，就是什么水火这种的说法在里面如果有兴趣的这个你们可以到网上去
学一学或者找一找相关的资料哈，因为我是对易经真的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了解。台湾这边好像在元宵节这一天也是要去拜拜，对吧？但是，事实上我真的不太知道说，这一天到底要拜哪个神仙？因为台湾我觉得，有很多什么土地公啊，然后这个有拜土地公的，有拜妈祖的，还有拜什么各种哈，我不太了解，因为这个宗教的东西很多，所以屏幕前的你们如果知道那15那天到底要拜什么，也可以告诉33哈，那让我也这个今年就是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风俗来去拜拜啊，祈求一年的平安啊。今天说了很多关于元宵的东西哈，然后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哈，你们元宵打算去干什么？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一家人坐在一起煮个汤圆吃哈。如果你不能出外去赏灯，那么就在家里点一盏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意义，是吧？好啦，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哦！